妈，放开我！妈，妈，你干嘛去啊，妈？我干嘛去？我要走，我要离开这个家，我不想在这个家再穷下去了。大嫂，你这走了，这留小白这一个人怎么办呀？他爱怎么办怎么办？这不是还有你这当姑的吗？大嫂，是有我，但我只是他姑呀，我在这也怎么也给不了他母爱呀。什么母爱不母爱的呀？我把他养那么大呀，都够意思了。我不想在这个家再过这种苦日子了，我要走。妈，你这走了我怎么办呀？这我爸刚走，这你也要走，那我以后我不就一个人了吗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那不还有你姑陪着你吗？没有我呀，这日子你过得照样更好。妈，大嫂，这你走也可以，你至少把赔偿款给小白留下来吧。你把赔偿款也带走，你说让小白一个人怎么生活呀？这想要赔偿款，没门儿！那赔偿款本应该就是我的，我要带走。你们呀，一分钱也别想要。行了，不想跟你们废话，我走了。妈，妈，妈，小白，行了，真没想到你妈那么狠心。别怕，这还有姑呢，以后姑养你。行了，走，外边冷，咱们回家。小白，小白，你在这蹲着干嘛？你不上学去了吗？这怎么了？我不想上学了。这好好的，怎么不想上学了？告诉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姑，这学校的人都嘲笑我说我是个野孩子，他们还骂我，我不想去了。这群臭孩子，瞎说什么呀？小白，咱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谁说你是没人要的孩子？你不还有姑吗？姑要你。你要是不想在这学校上学，咱们就不去这个学校，姑给你转学，咱们去城里，姑带着你城里上学，行不行？姑，行了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走。小白回来了。姑，怎么了？没考好啊？没有，考上了。哎呀，真的，小白，这考上了，考上大学这是好事啊！你怎么还不高兴呀？姑，这大学我不想上了，我想出去打工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打什么工啊？这孩子，这学业是主要的，打工啊，以后等你毕业之后啊，你想打工，姑肯定不拦着你。姑，可是上学哪有钱呀？你看这条件都这样了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，我还是出去打工挣钱，给你分担一点吧。你看，本来我是上学，这钱都是你掏的，现在你也没多少钱了，这房子也是租的，你为了我，这租金都不少了，我不想再看你那么劳累了。小白，姑能听你说出这样的话，姑心里啊很欣慰。但是钱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操心，姑有办法。姑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算了吧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行了，姑说有办法，就肯定有办法的。你在家等着，姑出去一下，拿着，等人家晚上回来，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不行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大美，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，求你帮点忙。你既然说求我，肯定是为了小白那小子吧？是啊，就是为了他。这小白考上大学了，你也知道，这我挣的那些钱也只够平时的花销，这大学的学费还没着落呢。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姐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那他亲妈都不管他了，你管他干什么啊？大美，你说的这什么话呀？这小白可是咱们自己家人，
这大哥已经不在了，就留了他这一个人。这我要不管他，他可怎么生活呀？他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你不管他，难道他自己就能饿死啊？姐，你这就是多管闲事，他自己可以照顾好他自己的，你非操那么多的心干什么呀？大美，这小白还是个孩子，他这上学都没上完呢，我不能不管他呀。大美，就算姐求求你了，你借给姐一点钱吧。你放心，我有钱了，第一时间就把这钱还给你。姐，你找我借钱，我凭什么借给他呀？这大哥的赔偿款1分钱都没给我，想让我借钱给他，门都没有。大美，你也知道，这大哥的赔偿款小白也没有落的呀，这被大嫂全部拿走了。姐，你也说了，那赔偿款都让大嫂一个人拿走了，你看看这亲妈都不想着他儿子，这钱1分都没剩下。你说说你一个当姑的，非要借钱给他上大学，你真是有病。大美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要帮小白完成学业的。不说别的，就看在死去大哥的份上，大哥小时候多疼咱们呀，咱们也不能看着小白这考上大学了而没有钱不让他上学吧。你别给我扯那些，我现在就问你，今天是不是我不管说什么，这钱你都得借？大美，这个钱姐借你的，姐有钱了一定会还给你的，你就借给姐一点钱吧。就算姐求求你了，实在不行，姐给你跪下。你干什么啊？你这让别人看到了，不得多丢人呐！这我也确实是没办法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小白放弃学业吧。大美，你就帮帮姐吧。行，我帮你。我这有这么多钱，而且这钱我也不需要你还。但是姐，我想要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今天你借了这个钱，咱们2个以后就恩断义绝，谁也不认识谁。我话都说成这样了，难道这钱你还要借？借，我借。借什么？给你！大美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转眼5年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儿子小白和他姑这日子过得怎么样，回去看看他们。姑，这次回来你就跟我走吧。哎呀，小白，这姑看你呀，现在那么有本事，姑也高兴，姑就不去了。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看能有我今天，全是因为你。你呀，就跟我走，让我好好报答报答你吧。姑啊，一个人在老家住习惯了，这跟你去大城市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也不习惯呀。你只要抽时间回来看看姑，姑就行了。姑，今天无论说什么，我都要把你接走。你看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住着，我也不放心。现在你年龄也越来越大了，这没人在你身边，这可怎么行啊？你这孩子，这姑跟你说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姑啊，行了，小白，谁呀？来了，你是小白，是啊，我是大嫂，你还真在这住啊？我都打听了好多人才找到你家呢。你找我们家干嘛呀？小白，这大嫂好多年没回来了，你总不能让我站在门外说话吧？那进来吧。姑，谁呀？这是小白吧？哎呀，儿子啊。谁是你儿子呀？你回来干嘛呀？小白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
这妈回来不是想你了吗？想来看看你。现在想我了？你早干嘛去了呀？这几年你干什么去了呀？这几年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呀？你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别人是怎么嘲笑我的吗？说我是个野孩子，没妈的孩子。这些年多亏了我姑照顾我，要不是我姑的话，我早死了。这我出去也都是为了你好，这妈不出去不是挣钱了吗？妈想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呀。哼，妈，你说的倒好听，还为了我好，去外面挣钱了。那这几年你的钱呢？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这钱你知道我姑是怎么借来的吗？我能有今天，全是我姑，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想看到你，我也没你这个妈。儿子呀，妈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苦，过得不容易。这不，妈这么多年在外边挣到钱了，这卡里有100万，你拿着。100万？你以为100万就可以打动我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这100万我不稀罕，你就是有1000万，我也不稀罕你这个妈。儿子呀，妈知道错了，你就给妈一次机会，让妈赎罪。这钱呀，你就收着。现在知道错了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小时候呢，我不需要你；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更不需要你。收回你那肮脏的钱吧，这个钱我可以自己挣。哎，儿子，小飞，我知道，我5年前我离家出走，他对我怨恨挺深的，可是我也知道后悔了。大嫂，你也别怪小白，虽然小白说话难听了一点，但是这孩子你也知道，从你走后这心里受伤有多大。他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同学嘲笑是没有妈的野孩子，那个时候他多么需要你啊，而你呢，你却抛弃了他。他现在不原谅你，你也不要逼他。小飞，我早知道会这样的话，打死我也不走啊！我给孩子缺失的爱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也知道委屈了他，更委屈了你。小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年来对小白的照顾，而且还把他照顾得那么好，还培养了他这个大学生。嫂子呀，真是对你无以回报。小飞，这个钱呀，你就拿着，希望他能给你以后的生活过得好一点。大嫂，你别这么说，这我照顾小白，也不是看在谁的面子上。这小白毕竟是我大哥留下来的，也是我们家的，所以我照顾他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这个钱，你还是收着吧。我想小白，他终归也会原谅你的，毕竟你是他的母亲嘛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还是等以后他原谅了你，你自己亲手交给他吧。小飞，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为了小白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我替你大哥衷心的谢谢你。这钱你既然不要，那大嫂先收着。小飞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先拿着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了，你就直接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也会给小白一点时间的。我希望他能认我这个妈，我想跟他团聚。行，这个名片我就先留着。大嫂，你放心吧，有时间我也会帮你劝劝小白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行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